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每天都是在说服别人和被别人说服中度过的？小到让孩子下楼买酱油，大到让老板给你升职加薪，然后你会发现，他们也会反过来说服你：我在打游戏，不去；工资效益不好，不加。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他们岿然不动。搞不好最后说服升级成争论和吵架。对方也常常用以下3种态度来回应：一、脾气火爆型；二、看似理智型；你在教我做事啊？三、假装顺从型。对，你看，说服这个事儿不仅经常用，还非常难。今天咱们就挑战难度，分享一些能够说服绝大多数人的普适性方法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说服一个人为什么难。有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实验，实验者找了一些美女的照片给被试者看，让他们选一个最漂亮的。过一段时间，实验者随即拿出另外一张美女照片，问被试者：你为什么觉得她漂亮？结果大部分被试者并没有发现这不是他们选的那个人，反而是侃侃而谈，说一大堆觉得她漂亮的理由。更好玩的是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实验者再让他们选，他们都选了实验者后来拿出的那个美女，而不是自己一开始选的。这就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：选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。这也是人们很难被说服的第一个原因，他们坚持的是自己的观点和立场，而不是事实和道理，所以你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，效果微乎其微。第二个原因是没有人喜欢被改变。咱们可以想一下，被说服代表什么意思？我被张三说服了，就意味着我错他对，更深一层是我败给他了，我低他一等了。这种情况我肯定不允许发生，对吧？我就会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，不管这些理由有没有道理。而且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，往往是外力越大越坚持自己，这叫做禁果效应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男孩，父母越是阻拦，她就越爱那个男孩，甚至选择为爱私奔。人们对自己立场或者行为的解释，都是从内外两方面寻找理由的。外部的理由被别人推翻了，就会从内部强化这个理由，这样一来就更坚持自己的选择了。第三个原因是，所有人都想要选择权。很多人在说服别人的时候，往往犯了2个错误，这在说服的艺术中被称为语言时态的错误。一个对应着过去，就好比你是个法官，对方是个罪犯，你审判对方以前的过错，通俗说就是翻旧账。第二个对应着现在，就是划分敌我阵营，指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。这2种都是说教的形式，就是你不能那样，你应该这样。这就意味着对方没有选择权了，没有退路了，只能听你的。你想啊，小孩子都不听话，更别说大人了，对吧？正确的时态应该对应着未来，不争好坏对错，而是通过选择帮助彼此决定怎样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。那说服一个人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说服他们的大脑，用你的想法替换掉他们大脑里原本的想法，也就是说，本质上是大脑与大脑的对话。蜥蜴脑法则这本书提到了，大脑有2套思维系统，一个是自动式思维系统，一个是反射式思维系统。前者是无意识的，掌管着人类最原始的行为，比如呼吸、行走、情绪这些。处理问题简单直接，而且情绪化易冲动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避免痛苦，寻找快乐。因为起源于古老的大脑构造，人类跟蜥蜴及其他脊椎动物一样，所以书中称之为蜥蜴脑。后者是有意识的大脑皮层，负责高级认知和复杂行为，比如节食、学习。这样一来啊，如果你要说服我，显然不能跟我的大脑皮层硬碰硬，而是要跟我大脑里掌管情绪和原始冲动的蜥蜴脑对话。举个例子，张三想要劝李四戒烟，一种方式是列很多数据，说吸烟的各种危害；另外一种是把李四带到一个因为吸烟得了肺癌的病人面前，然后给他看病人肺部的照片，看病人治疗时的痛苦。你觉得哪种方式更有效果呢？第二种引发了李四的恐惧，所以他更容易产生戒烟的冲动。下面咱们聊聊如何通过说服蜥蜴脑来说服一个人。第一个法则，引导行为而不是改变态度。大家都认为说服一个人就是改变他们的态度，这样行为也会跟着变，因为行为受态度的指引。事实证明，行为跟态度的关系其实很微弱，行为会受环境的影响，态度就不会。比如你喜欢吃肯德基，但是你家楼下就是麦当劳，肯德基得走2个路口，你可能就经常光顾麦当劳了，但是这个行为并不能改变你喜欢吃肯德基的态度。另外，是态度影响行为，还是行为影响态度呢？社会心理学家通过一些测试发现，当态度跟行为不一致的时候，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态度，使其符合自己的行为。就比如我要减肥，但是面对美食我还会忍不住吃，然后我会找借口圆回来。你可能会说，改变行为多难啊？其实要比改变态度简单。改变态度会受到智力抗体的阻挡，也就是确认偏差，它让我们坚持既有观念，而改变行为只需要改变环境就可以了。书中提到，我们任何行为都是经过一系列步骤的，研究下这些步骤，你要阻止这个行为，就让每一步变得困难，反之让每一步变得简单，就能改变行为了。还拿戒烟来说，这个过程是买烟，找一个能抽烟的地方，打开包装，点燃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，减少李四去购物的机会，经常带他去不能抽烟的场合，鼓励他把烟放到不容易拿到的地方，在烟盒上可以放一包口香糖，
每次抽的时候给他看肺癌病人的片段，坚持一段时间他就没那么想抽了，而且还会给自己找理由，伤身体我主动戒的。第二个法则，不要改变愿望，实现它们。人们很多立场是出于对某种目标和愿景的渴望，这就需要帮他们实现愿望，而不是改变愿望，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投其所好。比如很多学生都有叛逆期，有些严重的甚至选择辍学来逃避学校的管束，由于学校给他们的东西跟他们渴望的东西刚好相反，而且越是约束，他们的逆反心理就越大。这个时候跟他们说，你不能太自由，你得好好学习，就是在改变他们的愿望，所以不会有效果。反过来顺着他们的愿望来开导，可以这样展开对话。你不想被老师和家长管得太严，对吧？对，我想自由一点。现在你越是这么想，他们就会管得越严，你觉得呢？我也没办法。其实你可以早早摆脱这种情况，而不是逃避，那就是赶紧毕业。如果毕不了业，找不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，就没办法离开这个家，他们就会继续养着你，管着你，那样一来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这么说，学生就会觉得你是在帮他们实现愿望，也会觉得早点毕业才是摆脱现状的手段，然后选择好好学习，尽快完成学业。愿望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奖赏，可以通过设置奖赏来满足对方的愿望，达到说服的目的。像上面这些学生，我们知道他们的愿望是什么，但有些愿望和需求我们不知道，该如何对症下药呢？书中提到了2个工具，一个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，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可以总结为生理、安全、社交需要、尊重和自我实现，这些可以帮我们判断对方的需求大概在哪个层次。另外一个是人类学家唐纳德·伊布朗在《人类的共通性》中提到的人类共同愿望清单。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可以加上2个圆圈，一个是对方的愿望，不清楚的话可以多列几个，另外一个是你建议的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，然后看看2个圆圈的交集，看看哪些愿望能通过你的建议而实现，这就是你设置的奖赏，也是你说服他的突破口。第3个法则，关注感觉，制造情绪。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理性的，人们很多决定往往是跟着感觉走，而且这个感觉总能战胜理性决定。比如我减肥，告诉自己不能喝可乐，但是瘾一上头就必须得喝，谁都拦不住，那一刻的畅快感完全碾压减肥的决心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减肥带来的奖赏是延迟的、不确定的和理性的，而喝可乐的感觉是即时的、确定的和感性的。所以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，也可以通过刺激对方的情绪，给他们营造这种感觉。怎么制造这些情绪呢？方法有很多。还说上面戒烟的例子，给李斯看肺癌病人的情况，就是刺激恐惧的情绪。有个心理学实验是让学生捐款，他们给学生发的传单上有个贫穷女孩的照片和信息，学生们都更愿意为她捐更多的钱，这是引发了他们同情的情绪。再比如有个吊桥效应，在吊桥上更容易产生感情，表白成功的几率也会更高，这是因为吊桥摇摇晃晃的，会让人心跳加速，他们会误以为产生了心动的感觉。下次你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因为感觉不是具体的奖赏，所以可以当时制造出来，而且它比一个不确定的承诺对蜥蜴脑的刺激作用更大。最后我们再通过一些对话梳理一下这3个法则。1. 引导他对行为的正面回应。你为什么不戒烟？你连续2天没抽烟，怎么突然想要戒烟了？说了多少次你还是不减肥？楼下餐厅有减肥餐，我们一起去尝尝吧。2. 帮助他建设并实现愿望。必须听我的，就选这个专业。我知道你想当医生，这个大学的临床专业完美符合你的发展预期。3. 刺激情绪，产生改变的冲动。跟你说熬夜伤身，你就是不听。我同事因为熬夜突然昏厥住院了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天天回家这么晚，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？昨天孩子说他想爸爸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